太子以10里红妆的盛大仪仗迎娶了他心尖上的林白薇。隔天，他带着简陋的聘礼上门，说要娶我为侧妃。太子日后当称我一声母后。小姐，太子殿下的仪仗太气派了。不过是些喧闹罢了。小姐，满京城多少姑娘羡慕林小姐，能得殿下那般真心厚爱。萧齐寒，我曾见过他几面，他对林白薇的宠爱人尽皆知，那份毫不掩饰的深情，让无数待字闺中的女子心折。而我，沈南桥，镇北侯独女，似乎从未入过他的眼。在他看来，我或许只是个家世厚重、性情淡然的勋贵之女，远不及林白薇灵动可人。小姐，您说陛下是不是忘了咱们沈家了？侯爷军功赫赫，您又是嫡出小姐，按理说也该是太子妃的人选。皇家联姻哪有那么简单？我的婚事一直悬而未定，母亲总说我的命格特殊，不宜早嫁。可我知道，母亲为是那个京中有名的女中诸葛，她从不做无准备的事。果然，大婚次日，宫里传来旨意，陛下召我入宫觐见。明日的深宫之行，绝非寻常召见，这背后必然藏着足以改变整个沈家命运的惊天变局。南桥，入宫后务必谨慎，少言多看，若有任何变故，不必硬撑，为父自会为你周旋。记住母亲的话，莫慌莫乱，一切自有天意，意在人为。陛下正在处理政务，稍后便会召见。沈小姐，你怎么在此？臣女奉旨入宫，在此等候陛下召见。父皇召见你，莫不是想为你指婚？今日本是姑新婚1日，父皇倒还有心思理会这些。臣女不知。陛下驾到！都平身吧。沈南桥，你可知朕今日召你入宫所为何事？臣女不知，请陛下明示。太子昨日大婚，新婚燕尔，正是情浓之时。然皇家子嗣关乎社稷根本，太子妃虽已入宫，但东宫后院空虚，终非长久之计。沈家世代忠良，沈爱卿劳苦功高，你沈南桥更是京中有名的才女，朕思虑再三，觉得你入东宫正为合适。父皇，您是说？沈南桥，朕把你赐给太子做侧妃，你可愿意？侧妃，成为太子侧妃，意味着我要与林白薇共侍一夫，要活在他的光环之下，成为他的附庸。怎么，沈南桥，你不愿？臣女不敢，只是臣女愚钝，不明白陛下为何此安排。这有何不明白？沈家乃国之柱室，你身为沈家嫡女，才貌双全，入东宫辅佐太子，正是众望所归。况且太子妃出身寻常，东宫之中须有一位门第高贵、知书达理的侧妃为太子分忧。父皇，儿臣昨日才大婚，与太子妃情谊深厚，此时那侧妃恐伤太子妃之心，亦不合伦常。况且沈小姐出身尊贵，儿臣恐有怠慢。混账！皇家婚事岂容你儿女情长？朕的旨意岂容你智慧？沈南桥，你可明白朕的苦心？东宫后院需要一个镇得住场面的人，你沈家世代忠良，朕相信你定能胜任。莫慌莫乱，一切自有天意，意在人为。臣女遵旨，谢陛下隆恩。好，不愧是沈家女儿，识得大体。朕会尽快下旨，择日便让你入东宫。娘娘别哭了，太子殿下定会想办法的。想办法？那有什么办法？父皇的旨意，谁敢违抗？我才刚进宫，就要面对这些，荒唐，简直荒唐！我沈家的女儿岂能只做个侧妃？陛下这是在羞辱沈家。侯爷莫急，陛下自有陛下的考量，南桥能入宫便是好事。好事？侧妃算什么好事？谁说南桥是去做妾的？小姐，你看，册封的旨意还没下呢，东宫就先送东西来了，这分明是瞧不起咱们。瞧得起瞧不起又有何关系？我们只需做好自己的事便是。
南乔，这些日子你做得很好，你不怨不怒，这份沉稳足以应对将来的风浪。女儿始终不明白，您为何会同意陛下将女儿指给太子做侧妃？难道您真想女儿屈居人下吗？屈居人下？南乔，你何时见沈家女儿屈居人下过？我让你入宫，岂是为了做个小小侧妃？母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与陛下早已定下的计策。计策？不错，太子萧齐寒虽是储君，但性情过于刚愎，又太重私情。他宠爱林白薇，本无可厚非，可身为储君，岂能被儿女私情所困？陛下对太子一直是苦无合适契机敲打，而我也正需一个机会，将你送上更高的位置。更高的位置？陛下年事已高，龙体抱恙，这些年一直在暗中寻觅一位能辅佐新君，又能镇得住后宫的贤德之人。而你，沈南乔，便是陛下与我共同选中的人。那太子侧妃的旨意，那不过是障眼法，是为了让太子松懈，也让朝臣以为你只是个寻常侧妃，不致引起太大波澜。待时机成熟，你便会以另一重身份入宫。那太子他会应允吗？他应不应允又有何关系？陛下的旨意岂是他能违抗的？他自以为能掌控一切，却不知他早已身在局中。南乔，你当真要这般入宫吗？这太委屈你了。父亲，女儿不委屈，女儿相信母亲，也相信陛下。沈侧妃，这里便是您的住处了。太子妃娘娘吩咐您初来帐在此安顿，日后若有事，可差人通传。有劳嬷嬷了。小姐，太子妃也太过分了，竟把咱们安置在这种地方。无妨，清静些也好。臣女沈南乔给太子妃娘娘请安。沈侧妃免礼。本宫听闻沈侧妃昨日便已入宫，今日才来请安，可是身子不适。回太子妃娘娘，臣女昨日入宫后便一直在清智院熟悉环境，今日一早便赶来向娘娘请安，若有怠慢之处，还请娘娘恕罪。罢了，你初入东宫，不懂规矩也是常情，日后多向府中嬷嬷请教便是。小姐，陛下要举行盛大宫宴，庆贺太子大婚满月。今日太子大婚满月，朕心甚慰。然东宫后院子嗣之事，仍需多加努力。朕特意为太子择了一位贤内助，今日便正式册封入宫。沈南乔，上前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沈氏南乔贤良淑德，才貌双全，深得朕心。今册封为皇贵妃，掌六宫事宜。待朕100年之后，承继大统，为大雍之皇太后。叩谢陛下隆恩，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吧。即日起，皇贵妃暂居玉庆宫，一应规制，按贵妃令即刻操办。父皇，皇贵妃之位关乎国本，岂能如此仓促？住口！朕意已决。太子，你今日失仪至此，还不退下反省？娘娘，内务府总管李公公在外求见，说是奉旨送来宝册印信，让他进来。娘娘，陛下有口谕，皇后娘娘奉体为赏，六宫事务暂由娘娘协理。这是近3月各宫用度的人事档册，请娘娘过目。有劳公公，放下吧。
太子殿下。沈南桥，不，现在该称您皇贵妃娘娘了。姑真是小瞧了你，好一招瞒天过海。殿下过誉了，雷霆雨露俱是君恩，臣妾只是遵旨行事。遵旨行事？你们沈家这是要将姑置于何地，将白薇置于何地？父皇老挝，你们便趁机借取权柄，当真以为这天下是你们能摆布的？殿下慎言，臣妾蒙陛下信重协理六宫，自当恪尽职守。至于其他，非臣妾敢妄议，亦非殿下此刻遗言。注意你的身份。好，很好。皇贵妃娘娘，咱们来日方长。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下去吧。高处不胜寒，太子年轻气盛，你要懂得分寸，既要持正，也需圆融。臣妾谨记。把东宫折花的宫女唤来。奴婢参见皇贵妃娘娘。御花园菊圃的花，是你带人折的？回娘娘，是奴婢。太子妃娘娘近日喜爱菊花，奴婢见花开得好便。正好，据册记载，那几株菊花至少还需5日才能达最佳观赏之时。你折下的花苞可有记录？奴婢不懂这些，只是见颜色鲜亮便折了，想着能让太子妃娘娘早些赏玩。不懂？你不懂花时，可请示过管事。毁了陛下最喜爱的花，你担当得起吗？不过是几盆菊花，太子殿下说了，只要太子妃喜欢，这宫里的东西随她许用。娘娘莫不是为了这点小事，就要为难东宫的人？大胆！皇贵妃面前竟敢如此放肆！这点小事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宫里的一草一木皆是御赐。你说太子许了随取随用，本宫问你，殿下可曾下过手谕让你毁坏御赐之物？规矩二字是宫里的命脉，林氏进宫时日短，不懂规矩，是你这下人没教好。连敲，传本宫口谕，宫女红玉私毁御物，依宫规掌嘴20，罚没半年俸禄。发配浣衣局。你敢罚我？我是太子妃的人，我要去告诉殿下。带下去。走。把东宫的账本取来。沈南桥，你这是什么意思？白薇今日身子不适，看几朵花解闷儿，你竟发配了她的贴身侍女，你非要如此咄咄逼人吗？太子，这里是玉庆宫，进门先通传，这是最起码的礼数。难道东宫的规矩竟差到了这种地步？你少拿虚礼压我！你别忘了，你这皇贵妃怎么来的？若非陛下厚爱，本宫还在你那受冷嘲热讽。萧齐寒，你问问自己，东宫上个月支去了3000两银子修缮寝殿，实际动工只有200两，剩下的钱去哪儿了？那是东宫内部的事，与你何干？后宫每一分银子都要经本宫的手。你为了给林白薇买宫外的实心玩物，挪用修缮款，甚至动用边境军费拨下来的抚恤银，这太子做的可真好啊！你想怎么样？东宫月例减半。另外，你那几个做假账的亲随，本宫已派人送去大理寺了。沈南桥，你敢！我有何不敢？我是大齐皇贵妃，是你的母后，你敢在玉庆宫拍桌子，这就是你的孝道。殿下请回。林白薇若觉得日子清苦，让她来找本宫，本宫教她如何撑起太子妃的体面。沈南桥，你会后悔的。
东宫月历被扣，贴身宫女被发配的消息，终究是让林百威坐不住了。3日后，陛下在御花园设了家宴，说是要赏雨中残鹤。我抵达时，萧齐寒正小心翼翼地扶着林百威入座。林百威面色惨白如纸，额角隐隐有冷汗渗出，那副摇摇欲坠的娇弱模样，确实比前几日又深了几分。儿臣给父皇请安，给皇贵妃娘娘请安。陛下目光在掠过林白薇时，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都坐吧。宴席过半，林白薇忽然轻咳几声，整个人竟从座上软倒下去。萧齐寒惊呼一声，将他揽住。沈南乔，你克扣东宫份例，白薇忧心如焚，连请太医的药钱都缩减了，以至于病重至此。你满意了吗？我知道，这便是林白薇的反击，在陛下驾前，用她的病弱来坐实我这个皇贵妃容不下人的罪名。陛下，臣妾协理6宫，一应开销皆有定数。东宫的药材份例，臣妾不仅未曾缩减，反而因为太子妃体弱，特意从玉庆宫拨了一株百年老参过去。你胡说！妾身从未见过什么人参，只知道东宫的膳食，如今已是入不敷出。我看着他，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冷笑，转身对连翘道：“去，将内务府领用当册，还有昨日东宫司库的进出账簿取来。陛下，臣妾查得太子妃林氏嫌宫中太医用药见效慢，私自差遣内监出宫，在京中名贵的珍宝阁购置了大量昂贵的养颜丹药，而东宫被扣除的月例，实则是用来抵扣太子殿下此前私下从户部借调的款项，尚未归还的抚恤余款。至于那株老参，就在太子妃寝殿的暗阁里。太子妃若是不信，臣妾可请李公公带人去搜上一搜。”林白薇整个人僵住了，哭声戛然而止。够了！萧齐寒，你挪用抚恤银两在前，林氏私相授受在后，如今还敢在朕面前反咬一口，倒是朕这个储君被你们折腾得像个昏庸的混混！陛下的话说得极重，萧齐寒扑通一声跪倒在泥水里，林白薇也顾不得装病，跟着瑟瑟发抖。这一局，他们的苦肉计不仅没能伤我分毫，反而将东宫最后一层遮羞布扯了下来。我站在高处，看着阶下惶恐的二人，心中彻底明白，唯有权力才是立身之本。皇帝的身体在这次震怒后急剧恶化，一场极其血腥的夺权阴谋已然逼近。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落得铺天盖地，陛下的身体像那残灯里的最后一缕火苗，在寒风中剧烈晃动。玉庆宫内，我整夜地翻阅着各地沈家军传来的密信。母亲在书信中叮嘱我，圣公不育，龙脉悬于一线。此时时刻，谁握住了诏书，谁便握住了天下。深夜，内务府总管李公公步履匆匆地闯入殿内。娘娘，不好了，乾清宫那边怕是不行了。我猛地合上信笺，长身而起。太子呢？太子殿下已带着兵部尚书和林家人进宫了，名义上是市集，可奴才瞧着，东宫那些禁卫军已封锁了宫门。我心中微厉，萧齐寒终究是坐不住了。他怕我皇贵妃的权柄在陛下驾崩后彻底固化，怕我那个皇太后的头衔真的落到实处。走，去乾清宫。雪夜的宫道上，除了巡逻兵卒杂乱的脚步声，静得令人心惊。乾清宫殿外，萧齐寒一身玄甲，手扶佩剑，正在台阶上冷冷地看着我。皇贵妃娘娘，父皇病危，不见外臣后妃，为了宫中安宁，还请娘娘回玉庆宫静候。萧齐寒，你要造反吗？谋反？孤是太子，是名正言顺的储君，这江山迟早是孤的。倒是你，一个靠着媚术和母家兵权上位的女子，也配称母后？今日，孤便要清君侧，肃宫禁。林白薇此时从他身后闪出，虽然在大雪中冻得发抖，眼中却闪烁着贪婪的金光。沈南乔，你输了。殿下说了，只要父皇合眼，你就是谋害圣驾的妖妃。我看着这两个利欲熏心的人，心中只觉得悲哀。他们自以为掌控了乾清宫，便是掌控了天下，却忘了这宫里的规矩和权谋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深。面对那柄直指我咽喉的冰冷长剑，我毫不畏惧地从怀中掏出了一道足以让他身败名裂的致命底牌。我将手伸进怀中，缓缓掏出那抹明黄。萧齐寒看着我手里的东西，瞳孔骤然紧缩，握着剑柄的手因用力过度而指节泛白。遗诏，
父皇尚未宾天，哪里来的遗诏？沈南桥，你私造圣旨，乃是灭族的大罪，给孤拿下！他身后的禁卫军面面相觑，却在萧齐寒那近乎癫狂的注视下，缓缓拔出了腰间的长刀。此乃陛下在册封皇贵妃当晚亲笔书，就并盖上玉玺的传位遗诏，由李公公与沈家家主共同见证。诏书有言：若太子德行不端，意图逼宫，则剥夺其继位资格，由皇贵妃审视摄政，则宗室贤能者辅之。萧齐寒，你今日佩剑闯宫，正应了陛下的预料。你撒谎！孤才是大齐唯一的储君，杀了你，谁又知道这诏书是真还是假？就在那剑锋逼近我喉间3寸时，一阵整齐而沉重的脚步声从宫道尽头传来。漫天风雪中，父亲沈战带着亲卫营的长枪兵，如同黑色的潮水般涌入广场。臣沈战率京畿营3000精锐，护卫皇贵妃，清剿叛逆。萧齐寒原本挺拔的身躯晃了晃。太子萧齐寒勾结外臣，夜闯进宫，意图弑父。按律，当废黜储君之位，收监宗人府。林氏白薇德行有亏，从旁山霍一并拿下。殿下救我！可萧齐寒此时连自救都难，他手中的长剑颓然落地，发出一声闷响，在雪地上砸出一个冰冷的坑。接下的叛乱终于被兵不血刃的彻底镇压。但乾清宫内那扇沉重的大门背后，大齐江山的最高权力即将迎来真正的交接。陛下躺在明黄色的龙榻上，双眼紧闭，呼吸微弱的几乎不可察觉。我带着李公公步入内殿时，几位老臣已然候在屏风后。他们见我进来，纷纷跪地行礼。老臣参见皇贵妃娘娘。此时的他们眼神中已不再有之前的审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强权者的顺从。我走到榻前，看着这位与母亲联手布下惊天大局的帝王。陛下忽然艰难地睁开眼，目光扫过我，又看向门外那被锁链拖走的萧齐寒，嘴唇颤了颤，却没能说出话来。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俯下身，在他耳边轻声且坚定地说：陛下放心，沈家会保大齐江山永固。萧齐寒虽不堪，但沈南桥定会带陛下守好这万里山河。陛下眼中最后一点光亮缓缓熄灭，握着我的手猛地一松，垂落在榻沿。陛下宾天了！我缓缓站起身，拂去袖口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转身缓步走出大殿，稳稳地站在台阶之巅。阶下文武百官已然跪了一地，即使是萧齐寒的旧部，在沈家军雪亮的刀光前，也只能瑟缩着弯下脊梁。陛下驾崩，传位遗诏在此。太子萧齐寒谋逆被废，由本宫摄政，众卿可有异议？广场上一片死寂，随后爆发出整齐划一的叩首声。臣等遵旨，皇太后娘娘万岁万岁万万岁！从这一刻起，我沈南桥是大齐的皇太后，是这江山的真正主人。先皇驾崩，宗室里找了个刚满5岁的旁支质子，被推上了皇位。新皇登基大典办得极为仓促，我穿着厚重的太后朝服，坐在龙椅后那道珠帘内，开启了我垂帘听政的第一天。朝堂之上，气氛压抑的可怕，底下的百官心里都在打着算盘。果不其然，右相张元吉第一个站了出来。太后娘娘，老臣有本要奏，国不可一日无君。如今新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乃是权宜之计，但后宫干政终究有违祖制。老臣恳请太后广开言路，设立辅政大臣，共同裁决军国大事。这老狐狸一上来就要分我的权，设立辅政大臣，不就是想把我架空，重新把朝堂抓在他们这帮老臣手里吗？张相此言差矣。先帝遗诏写得清清楚楚，由本宫摄政。怎么，张相是对先帝的旨意有意见，还是觉得本宫一介女流压不住你们？老臣不敢，老臣只怕太后久居深宫，不知民间疾苦。不知民间疾苦。我站起身，隔着珠帘俯视着他。这是本宫协理后宫时查抄的内务府摊墨账本，里面清清楚楚记录着张相的亲外甥在江南采办宫中御用瓷器时，吃了几10万两的空饷。张相连自己的亲属都管教不好，竟还有脸来教本宫怎么治国。张元吉翻开账本，脸色瞬间面如死灰，整个人瘫软在地。刚刚用雷霆手段震慑住朝堂上的老古董，边关800里加急的血染战报突然送达。报800里加急！
报！800里加急！北狄单于撕毁盟约，率10万铁骑突袭雁门关，守将战死，连丢3城，边关告急！大殿瞬间炸开了锅。张元吉此时又硬着头皮站出来。太后，北狄来势汹汹，如今新帝登基，朝局未稳，实在不宜动干戈啊！老臣恳请太后派使臣前往北狄赐予岁币，或者从宗室中挑选适龄公主和亲，以换取边境太平。我猛地站起身，一把扯开面前的珠帘，目光冰冷地盯着他。和亲、岁币，先帝尸骨未寒，你们不想着御敌保国，竟想着公主的清白和百姓的血汗钱去摇尾乞怜。这大齐的江山是靠磕头保下来的吗？太后，大局为重啊！京城兵力还要镇守中枢，拿什么去打？大齐的骨气就是最大的底气。我沈家世代镇守北疆，沈家军的刀还没生锈，一味退让只会让北狄觉得大齐软弱可欺。今日割5城，明日割10城，何时是个头？传哀家懿旨，命镇北侯沈湛为平北大元帅，即刻点兵10万，驰援雁门关。谁敢再言退让求和者，以扰乱军心罪，杀无赦。臣沈湛领旨。大军出征在即，城外粮草大营却在深夜突然燃起冲天大火。这场邪火直接将前线10万将士的生机烧得干干净净。深夜，城外火光冲天，把半个京城的天都映成了刺眼的血红色。我披着贺俊站在城墙上，看着西山大营的方向，颜色铁青，焦糊的味道顺着夜风飘进京城，让人不寒而栗。查清楚了没有？回太后，是粮草大营，是人为的，烧了整整3万担军粮。看守粮仓的校尉已经被发现，伏剑自刎在营帐里了。自刎？那是杀人灭口。大军明日就要开拔，今晚军粮被烧，这分明是有人要绝我大齐将士的活路，想借北狄的刀逼哀家就范。拿哀家的手谕，调禁军封锁全城，哀家爱护搜。是，娘娘。天亮时分，连翘带着浑身的血腥气回到了玉庆宫。娘娘，查出来了，纵火的死士是林家暗中培养的。林白薇的父亲林尚书勾结了几位对您不满的老臣，企图借粮草被毁引发兵变，逼您下台，迎废太子复位。林尚书人呢？已被禁军拿下，正在殿外候审。他还在叫嚣，说您聘鸡司臣，必遭天谴。我冷漠地将密信扔进火盆，看着火舌将其吞没。天谴，哀家就是他们的天。传旨，林氏一族意图谋反，通敌叛国，诛9族，首级悬挂城门示众，用他们抄没的家产去民间紧急征调军资。就在我以为后方暂时稳固时，一封从宗人府死牢里秘密传出的血书，却悄无声息地送到了驻守京畿的一位手握重兵的将领案头。宗人府的死牢阴暗潮湿，透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和经年不散的血腥气。我带着连翘和几名侍卫缓缓走在幽暗的长廊里，走到尽头的牢房中，曾经不可一世的萧齐寒和林白薇正衣衫褴褛的蜷缩在破草堆里。林白薇头发散乱，原本华贵的宫装已经变成了看不出颜色的破布。看到我出现，她像疯了一样扑向铁栅栏。沈南桥，你这个贱人，你杀了我全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连翘毫不客气的一鞭子抽过去，啪的一声，林白薇惨叫着跌了回去，手背上多了一道血痕。皇太后真是好威风，你以为杀了林家，你就能坐稳江山了？我能不能坐稳江山，不劳你费心。但我很好奇，你都被关成这样了，是怎么把这封血书送到京畿营副将手里的？还指望他带兵劫狱？萧齐寒看到那块破布，脸色瞬间变得灰败，身体猛地一颤，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你以为留着后手就能翻盘？可惜那个副将已经带着你的血书主动来向我投诚了，你曾经的恩威在权势面前一文不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原本念在先帝的份上，想让你们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多活几年。既然你们非要找死，那哀家就成全你们。我微微侧头，身后的李公公立刻端上了一个托盘，上面放着2壶毒酒和1条白绫。林白薇看着眼前的毒酒和白绫，突然发出诡异的狂笑。他猛地从怀里掏出一把早已藏好的淬毒匕首，死命撞破了年久失修的铁栏杆。谁也没想到，那看似坚固的铁栏杆底座
早已被常年的湿气腐蚀烂透着。林白薇爆发出惊人的蛮力，猛地撞开一道豁口，手中淬毒的匕首闪着幽蓝的光，直逼我的心口刺来。一起下地狱吧！娘娘小心！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黑影从暗处犹如鬼魅般闪出，长剑出鞘，铿的一声脆响，林白薇手中的匕首被直接挑飞。紧接着，那黑影毫不留情的一脚踹在林白薇的胸口，她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重重撞在石墙上，吐出一大口黑血，挣扎了几下，彻底没了动静。我后退半步，稳住心神，救下我的是安维统领，他一直隐在暗处，是先帝留给我的最后一道防线。萧齐寒看着惨死的林白薇，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扑过去抱住他的尸体，抬头死死盯着我。沈南乔，你如此狠毒，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报应？当年你在大婚之日伙同先帝算计我沈家，将我当成棋子任意摆布时，可曾想过报应？他咎由自取，至于你，连死都不体面。灌下去！哀家不想再看到他喘气。处理完宗人府的事，我回到玉庆宫，有些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边关战事未平，本以为京城的毒瘤已经除尽，却没料到更大的危机已经逼近。太后，探子回报，西南藩王以清君侧、讨妖后的名义，正式举兵造反。10万叛军已经打出西南，正以最快的速度朝着京城逼近。我猛地睁开眼，死死握紧了凤仪的扶手。父亲带领的主力大军远在北疆，如今京城只剩下不到2万，缺乏实战的守军。面对10万来势汹汹的西南叛军，大齐的都城已成了一座随时覆灭的孤城。10万叛军，如今京城精锐全被父亲带去了北疆，抗击北敌。剩下的这2万守军，多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城防营和禁军。西南藩王显然是算准了我这个时候兵力空虚，朝堂上再次炸开了锅。文臣们吵成一团，有的说要立刻迁都南下暂避锋芒，有的说要800里加急召回北疆大军回防。迁都？祖宗基业在这里，你们想把京城拱手让给叛贼？至于召回北疆大军，北敌铁骑一旦破关，中原大地将生灵涂炭。可是太后，2万对10万，无异于以卵击石啊！我走下御阶，一把拔出殿前侍卫的腰刀，铮的一声，刀锋泛着令人胆寒的冷光。哀家是镇北侯的女儿，沈家的字典里没有退字。传懿旨，封闭城门，城内14岁以上男丁全部编入守城民兵。打开国库，重赏勇上墙督战。城在，哀家在；城破，哀家殉。我的决绝让朝堂肃然，原本畏缩的武将们也被激起了血性。接下来的3天，京城成了一座巨大的战争堡垒。我脱下繁琐沉重的太后礼服，换上了一身轻便的劲装，日夜巡视城防，安抚军心。第3天黄昏，地平线上卷起漫天黄沙，西南叛军的先头部队犹如黑云压城般逼近了京城。我站在城楼上，狂风吹起我的披风，冷冷地看着城下的敌军阵营。叛军阵营中缓缓竖起了一面巨大的帅旗，看到帅旗上那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姓氏，我身旁的守城将领们纷纷绝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巨大的黑底红字帅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我身旁的守将们面如土色。太后，是西南藩王，靖王萧景天。萧景天是先帝的亲弟弟，当年征楚失败，被赶去西南瘴气之地，隐忍蛰伏几十年。如今借着京城兵力空虚，他终于私下伪装，露出了狼子野心。慌什么？他姓萧又如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城下叛军阵营分开，一身暗金铠甲的萧景天骑着高头大马走上前。沈家妖女，你毒害先帝，篡改遗诏，聘击私臣。今日孤便要替天行道，诛杀妖后，恢复正统。你若立刻大开城门，孤留你全尸，逆贼！我冷笑一声，一把夺过身旁弓箭手的一把强弓，搭箭拉满，瞄准，利箭破空而去，精准地定在萧景天战马前的泥土里。惊的那畜生高高扬起前蹄，险些将萧景天掀翻在地。萧景天，先帝尸骨未寒，你便兴兵作乱，这大齐的皇位，你连摸的资格都没有。全军听令，准备迎敌，给孤攻城！战鼓雷动，震天动地，黑压压的叛军像潮水一样涌向护城河。投石车抛出巨大的火球，狠狠砸在城墙上，碎石飞溅，烈火燃烧。放箭，火油倒下去，滚木雷石，给我往下砸！几个叛军死士顶着箭雨，顺着云梯爬上了墙头。我眼神一冷，没有丝毫犹豫，提剑冲上前，反手一剑刺穿了那人的咽喉。太后，这里太危险了，您退后些。退无可退，今日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杀！惨烈的攻城战整整持续了3天3夜，京城的守军已经死伤过半。就在防御即将彻底崩溃的边缘，城门处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响从西直门传来，坚固的包铁城门在攻城锤成百上千次的猛烈撞击下，终于轰然倒塌，木屑与烟尘漫天飞舞。城门破了！守军中爆发出一阵惊恐绝望的呼喊：“都给哀家闭嘴！后退者，斩立决！”我提着滴血的长剑从城墙上一跃而下，踩着石阶冲向西直门。城防营死守瓮城，禁军随哀家堵住缺口。萧景天的先头部队像闻到血腥味的饿狼，疯狂地顺着城门缺口涌入。为首的叛军悍将挥舞着大刀，连砍数名禁军，直逼我而来。活捉妖后，王爷有重赏，保护太后。安卫统领带领10几个死士迎了上去，刀光剑影间，残肢断臂横飞，浓郁的血腥气呛得人无法呼吸。长街变成了巨大的绞肉机，2万守军拼死抵抗，10万精锐，人数的巨大劣势让防线不断收缩，我的体力也在剧烈消耗。虎口被震得裂开，鲜血顺着剑柄往下滴。娘娘，守不住了，您快从北门撤吧，留得青山在啊！闭嘴！大齐的太后，死也只能死在龙椅前。我一脚踹开他，转身避开侧面砍来的一刀，顺势将长剑送入敌人的胸膛，溅了一脸温热的血。远处的萧景天骑着马，看着节节败退的守军，发出了猖狂的大笑。沈南桥，你气数已尽，放弃抵抗，孤赏你个痛快！我大口喘着粗气，看着周围不断倒下的将士，心中却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冰冷的决绝。母亲说过，沈家从不打无准备的仗。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刻，我苦等的变数终于来了。狂妄大笑的萧景天突然脸色巨变，一阵沉闷而急促的马蹄声如同滚雷一般从叛军阵营的大后方猛烈炸响。报！王爷，后方杀出一支骑兵，人数足有数万，已经冲破了我们的后军阵营。什么？京城附近哪来的军队？沈战的主力明明都在北疆。就在他惊疑不定时，漫天的烟尘中，一面绣着巨大“卫”字的烈火战旗刺破了残阳的余晖，3万重甲铁骑如同黑色的利剑，狠狠撕开了叛军的后方防线。那些正准备涌入城门的叛军，瞬间被冲得七零八落，惨叫声连成一片。是皇太后的娘家，卫氏铁骑！连翘在城墙上激动的大哭起来，浑身发抖。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强撑着疲惫到极点的身体，举起手中染血的长剑，厉声高呼：援军已至！大齐的将士们，随哀家关门打狗！局势瞬间逆转，原本已经绝望的守军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配合着城外冲杀进来的卫氏铁骑，将冲进瓮城的叛军死死堵住，疯狂绞杀。萧景天终于慌了，撤！快撤！他调转马头，试图在亲兵的拼死掩护下逃命。想跑？一道冰冷的女声从铁骑阵营中传出，一身银色战甲的母亲卫士手持强弓立于战车之上，她眼神冷冽，弓如满月，一支破甲重剑带着刺耳的尖啸，精准无误地贯穿了萧景天的后心。他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一头栽下战马。这场惨烈至极的京城保卫战，终于以血洗的姿态落下了最终的帷幕。血色残阳下，叛军纷纷丢盔弃甲，跪地求饶。我提着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满目疮痍的城门。母亲翻身下马，快步朝我走来，卸下银甲的头盔。她鬓角多了几丝白发，但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如鹰。母亲，母亲一把扶住我，看着我满身干涸的血迹，眼中闪过一丝心疼。南桥，你做得很好，你守住了京城，守住了大齐的根基。原来这一切都在母亲的算计之中。她早知西南藩王有异心，便借着我将京城主力调往北疆的机会，设下这个空城计，引蛇出洞。卫氏铁骑早已在京畿百里外秘密集结，只等叛军疲惫不堪时，给予致命一击。回到乾清宫，我换下一身血衣。第二天的大朝会，气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那些倚老卖老、对我阳奉阴违的文臣们，此刻全都跪在御阶之下，脑袋死死贴着冰冷的金砖，连呼吸都小心翼翼。张相整个人仿佛苍老了10岁，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我坐在珠帘后，冷冷地看着这群趋炎附势之徒。西南叛乱已平，萧景天伏诛，凡参与叛乱者一律满门抄斩，绝不姑息。至于那些在朝中首鼠两端、煽风点火的人，哀家只给一次机会，3日内主动去大理寺交代清楚，否则你们的下场只会比叛乱的逆贼更惨。内部的忧患终于被我以铁血手腕彻底镇压，但北疆的战事依然如同一块巨石压在心头。一封带着塞外封杀的密信被连夜送进了玉庆宫。深夜的玉庆宫灯火通明，我没有心思休息，目光死死盯着案头那封带着塞外封杀的密信。信是父亲沈战派心腹死士拼死送出来的。北疆的战况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惨烈。北狄单于这次是倾巢出动，10万铁骑悍不畏死。雁门关虽然被父亲带兵夺回，但北狄人疯了一样日夜猛攻，沈家军伤亡惨重。更致命的是，即将入冬，北地苦寒，
将士们的御寒冬衣和后续的草药根本跟不上。娘娘，前线将士太苦了，国库刚刚为了平定西南叛军支出了一大笔，如今去哪里弄这么多冬衣和药材啊？我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子。深秋的夜风已经透着刺骨的寒意，更何况是遥远的北疆。国库没钱，哀家有。传旨，后宫所有妃嫔、宫女的月例减半，将各宫的奇珍异宝、金银首饰全部打包，送去京城的钱庄典当。哀家的太后仪仗、头面，除了正式朝会用的，也全当了。娘娘，这怎么使得您是太后啊？将士们在前线流血拼命，哀家要这些死物装点门面有什么用？还有，立刻召集京城所有的商贾，告诉他们，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谁敢在这个时候囤积居奇、发国难财，哀家诛他9族。谁若是能捐钱捐粮，哀家亲自给他赐匾额，封皇商。重赏与重罚之下，京城的商贾们瞬间行动了起来。短短3天，50万件冬衣，无数的草药和粮草，装满了上千辆马车，浩浩荡荡的朝着北疆进发。我站在城楼上，看着押送物资的车队消失在官道尽头，心中默默祈祷：父亲，女儿能做的都做了，大齐的江山全靠您了。2个月后，北疆终于传回了捷报，但随着捷报一起进京的，却是一辆被白帆严密包裹、透着沉重死气的巨大马车。连翘哭着跑进殿内，侯爷回来了！我跌跌撞撞地冲出宫门，城门外白帆随风飘动，一辆巨大的马车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药味。随军副将跪在车前，泣不成声。太后，大帅为了斩杀北狄单于，被毒箭射中，废了一条右。我掀开车帘，看着踏上那个曾经威风凛凛，如今却形容枯槁的男人，眼泪夺眶而出。爹！父亲虚弱地睁开眼，用仅剩的左手死死抓住我的手腕，将一枚冰冷的玄铁虎符塞进我掌心。南桥，北疆稳住了，这10万兵权也交给你了，镇住朝堂，别让沈家的血白流。我紧紧握住虎符，将额头贴在父亲冰凉的手背上，咬碎了牙往肚里咽。爹放心，女儿定不辱命。第2天的大朝会，我没有坐在珠帘后，而是直接坐在了龙椅旁。我将那枚代表着大齐最高军权的虎符重重拍在龙案上，底下的文武百官倒吸一口凉气，气氛瞬间降至冰点。一位手握京城巡防营兵权的武将突然站了出来，公然指责后宫不得干政，试图强行夺走我手中的虎符。太后，虎符乃国之重器，自古没有妇人掌军的先例，请太后交出虎符，由兵部统辖。巡防营统领赵猛大步跨出，满脸横肉，透着嚣张。他仗着手里有2万巡防营，以为我父亲重伤，沈家军远在北疆，便能趁机逼我就范。没有先例。我冷笑一声，拿起那枚玄铁虎符。哀家今日就开个先例。太后若一意孤行，休怪末将不讲君臣情面。赵猛猛地按住腰间刀柄，殿外的巡防营士兵立刻涌入，将大殿团团包围。放肆！一声断喝从殿外传来，母亲卫士一身银甲，带着几百名重甲铁骑，如神兵天将般杀散了殿外的巡防营，直接冲入大殿。我卫士铁骑在此，谁敢动太后分毫？母亲的刀锋直指赵猛咽喉。我站起身，拔出侍卫的佩剑，一步步走到赵猛面前，没有半句废话，一剑刺穿了他的胸膛，鲜血溅在大殿的龙柱上，所有的嚣张瞬间气绝。赵猛的尸体还未凉透，太医院的院判突然连滚带爬地冲进大殿，带来了一个足以让整座京城变成人间地狱的噩耗。太后，城南爆发了烈性瘟疫，已经死了上百人了，传染极快。院判磕头如捣蒜，浑身发抖。原本寂静的大殿瞬间炸开了锅，官员们吓得面无人色，甚至有人想要夺门而逃。退朝，各部尚书留下。我厉声喝退众人。瘟疫爆发的太突然，流言蜚语立刻在城中四起，说是我这个妖后干政惹怒了上天，才降下天谴。传哀家懿旨，封闭城南，任何人不得出入。调集全城大夫，设立隔离营，户部拨发石灰药材，挨家挨户消毒。敢有造谣生事者，就地正法。接下来的10几天，我亲自带着面巾，每天去城南的隔离营外巡视，安抚民心。隔离营里每天都有成堆的尸体被拉出去焚烧，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气息。就在疫情即将得到控制的那个傍晚，我刚回到玉庆宫，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袭来，喉咙里泛起浓烈的血腥味儿。我猛地喷出一大口黑血，整个人重重的栽倒在地。这场要命的瘟疫终究还是找上了我这个大齐太后。连翘凄厉的惨叫声是我听到的最后声音，高烧让我陷入了无尽的梦魇。当我被一阵剧痛刺醒时，母亲正拿着粗长的银针扎在我的穴位上，双眼熬得通红。南乔，你必须醒过来，朝堂乱了。母亲的声音都在发抖，我挣扎着想要起身，却发现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丝力气。外面怎么了？那些保皇党的老臣说你染了瘟疫，必死无疑。
正准备迎立一位成年的藩王进京辅政，企图彻底架空你。休想！我咬破了舌尖，用剧痛强迫自己清醒。给我更衣，穿那套最厚重的赤金朝服，多抹些脂粉，掩盖病容。连翘和几个宫女流着泪把我扶起来，一层层穿上繁复的朝服，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一样痛苦。我硬撑着那一口气，挺直了脊背走出了玉清宫。我硬撑着走到乾清宫大殿门前，一脚踹开了那扇厚重的大门，将那些正在密谋篡位的大臣们抓了个现行。大殿门被踹开的瞬间，里面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那些正聚在一起商议迎接藩王的老臣们，像见鬼一样看着我。我穿着光芒万丈的赤金朝服，头戴凤冠，在连翘的搀扶下，一步步走向龙椅。怎么，诸位爱卿以为哀家死了，急着分家产了？太后息怒！几个领头的大臣吓得瘫倒在地。我一步步走上御阶，还没走到一半，喉咙再也压不住，一口黑血直接喷在了光洁的白玉台阶上，刺目的暗红色，触目惊心。底下的大臣们见状，眼中闪过一丝窃喜，有人甚至准备站起来。我猛地拔出旁边金甲侍卫的佩剑，狠狠拄在地上支撑着身体，死死盯着他们。哀家就算死，也要拉着你们一起陪葬。暗卫听令，大殿内任何人敢动一下，格杀勿论！殿梁上瞬间跃下数十名黑衣暗卫，刀锋直逼他们的脖颈。大殿再次死寂。就在我即将彻底撑不住倒下时，暗卫统领带着一位衣衫褴褛却神情倨傲的云游神医，直接冲破了宫门的阻拦，闯进大殿。那老头穿得像个叫花子，可一双眼睛却亮得吓人。他手里提着个破药箱，面对大殿内几十把明晃晃的钢刀，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太后娘娘，老民这阎王仇可不是白叫的。他大步走上台阶，从药箱里摸出一枚寸长的漆黑长针。放肆！竟敢在御前动粗！闭嘴！治得好，哀家封你为大齐第一神医；治不好，今天这偏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老头哈哈一笑，出手如电，那枚长针嗤的一声，直接扎进我头顶的百会穴，一股冰冷刺骨的气流瞬间顺着天灵盖涌入四肢百骸，原本几乎要将我烧焦的高热，竟然奇迹般的压了下去，喉咙里的腥甜被硬生生逼了回去。我原本有些模糊的视线重新变得一片清明。太后，连翘急忙扶住我，我一把推开他，稳稳地站在龙椅前，将手中长剑一横，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底下那些面如土色的臣子。让诸位爱卿失望了，哀家的命阎王爷还不收。刚才谁说要迎立藩王的？自己站出来，还是等暗卫去请？大殿内再次响起一片膝盖撞击金砖的闷响，那些原本蠢蠢欲动的老臣们，此刻全被吓破了胆。刚刚用续命长针强行压下剧毒般的瘟疫，这位云游神医却在深夜把脉后，脸色凝重地告诉我一个关于我身体的残酷真相。夜深了，乾清宫内点着安神香，神医摸着我的脉门，眉头锁得死死的，原本那副玩世不恭的腔调全不见了。娘娘，老民这针能续命，却也能要命。直说，哀家能挺得住。您染的不是普通瘟疫，是有人在城南井水里下了西域的枯骨散，再借着疫病的名头传开。老民用银针强行激发了您的心脉潜力，毒虽然暂时压住了，但您的寿命怕是只剩下3年了。坐在一旁的连翘听到这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捂着嘴嚎啕大哭。只有3年，我看着自己干枯了不少的指尖，反而轻笑了一声。够了，3年时间足够我替沈家替这个摇摇欲坠的大齐砸碎所有不听话的骨头。这药能让我这3年里像个正常人一样处理朝政吗？能，但每用一次都是在刮骨吸髓。那就够了。我端起药碗，一口饮尽。第二天，我再次坐到了龙椅旁，我传召了户部和刑部尚书。城南投毒的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敢把手伸到京城百姓的饮水里，这幕后黑手我定要将他剥皮抽筋。顺着投毒案的线索，一路查到了宫廷深处，最后的矛头竟然直指那位常年吃斋念佛、不问世事的废太子生母贤太妃。贤太妃的偏殿终年弥漫着浓烈的檀香味道，木鱼声一声接着一声，听得人心里发慌。我带着禁军闯进去的时候，他正跪在佛像前，脊背挺得笔直，一身素净的居士服，看起来慈眉善目。太后娘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他没有回头，手里的佛珠依旧在不紧不慢地波动着。贤太妃，佛祖可曾教过你如何用一包枯骨散去要城南上万百姓的命？我冷笑一声，示意暗卫将一个满身是血的内奸扔在地上。那内奸正是贤太妃宫里的长侍，已经在慎刑司招认了一切。贤太妃手里的佛珠猛地一停，她缓缓站起身，转过脸来，原本慈善的面孔在摇曳的烛光下显得格外的狰狞。是我干的，咦，又如何？沈南乔，你这个篡位的妖女，你杀了我的儿子萧齐寒，逼死了白薇，你有什么资格坐在那个位子上？
我就是要让这大齐的天下大乱，要让你们沈家背上万世的骂名。为了你那谋逆的儿子，你就拉着上万无辜百姓陪葬，你的母爱可真是伟大。可惜你的算盘落空了。我拍了拍手，李公公立刻端着一条白绫走上前。先帝在时念你侍奉多年，留你一命。如今你既然自绝于天下，哀家送你一程。贤太妃看着那条白绫，突然狂笑起来。沈南桥，你以为你赢了？实话告诉你，西域的枯骨伞只是个幌子，真正要你命的东西早就下在你的玉庆宫了。贤太妃上吊自缢的瞬间，玉庆宫方向突然传来连翘惊恐至极的惨叫声，我的贴身宫女出了事。当我赶回玉庆宫时，殿内一片狼藉，连翘倒在血泊里，胸口中了一刀，正死死抓着一个被打翻的香炉，而守在寝殿外的几个暗卫已经七窍流血的倒在地上，全没了气息。娘娘，香粉有毒。连翘拼尽最后一口气，指了指那散落一地的粉末，随即便晕了过去。神医立刻上前给连翘止血，而我蹲下身，捻起一点香粉放在鼻尖闻了闻，那里面有一股极淡的奇特香味，和贤太妃店里的檀香一模一样。难怪我的病一直反反复复，难怪那枯骨散的剧毒能这么快侵入我的心脉。原来我每天晚上点着的安神香，早就被人掺了西域的引毒散。能动哀家香炉的人，只有玉庆宫内部的人。我站起身，目光如刀的扫过跪了满地的宫女太监，每个人都在瑟瑟发抖，拼命磕头。我走到最前面的一个一等宫女红玉面前，她是我来东宫时林白薇派来的人。后来我掌权，她表现得一直规规矩矩，忠心耿耿，我便留着她干些粗活。红玉，昨晚的香是你点的吧？奴婢冤枉啊！太后娘娘，奴婢对您忠心耿耿，绝没有下毒啊！忠心？你是对林白薇和贤太妃忠心吧？来人，拉下去，扒了她的皮。哀家倒要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红玉在严刑拷打下，终于吐出了实情。可他招出来的幕后真正主使之人，却是我那个手握兵权、正在西南边境平叛的堂兄沈林。沈林，我大伯的独子，沈家年轻一代里最能打的将军。父亲沈瞻重伤废了右臂后，沈家军在西南和北疆的防线大半都交给了他去打理。我万万没有想到，林白薇和贤太妃不过是摆在明面上的棋子，真正想让我死的，竟然是体内流着同样血脉的沈家人。大伯重伤，镇北侯的位置本该是我爹的，凭什么你一个女人在京城坐享其成，对我们发号施令？红玉在慎刑司的供词上沾满了血，沈林许诺他，只要我死了，就封他为一品诰命。我看着那份供词，心里只觉得一阵阵发冷。权力这个东西，真的能让亲情变成最锋利的刀。娘娘，这事儿不能张扬。沈林手里现在握着3万西南驻军，一旦逼急了，他直接和境外的蛮族勾结，大齐的西南防线就彻底完了。不张扬，难道等他的刀砍到哀家脖子上？我一巴掌拍在桌上，震得伤口隐隐作痛。传哀家密旨，宣沈林进京述职，就说父亲伤重，要传位于他。他既然想要这侯爷的位置，想要这至高无上的权力，那就来京城拿。只要他敢踏进这京城半步，我就让他有来无回。1个月后，西南传来消息，沈林借口边境不稳，拒绝进京。不仅如此，他还擅自扣留了朝廷派去的监军。沈林在西南擅自扣留监军，并正式向周边藩王发出联合密信，以清君侧、诛妖后的名义，拉开了沈家内斗的血腥大幕。沈林的联合密信不仅送去了周边藩王，甚至还抄送了一份到京城，明目张胆地贴在了城墙上。清君侧、诛妖后、沈家弃女、聘姬私臣。我看着连翘接下来的告示，极怒反笑。沈林这是把沈家当成了他个人的垫脚石。他以为我在京城根基不稳，父亲重伤废了右臂，沈家军没法人压得住他了。太后，沈林在西南经营多年，手下几万兵马都是死忠，这一仗可以硬打，大齐的西南防线就彻底空了。不打，就把大齐的江山拱手让给这只白眼狼。打！不仅要打，清理门户。父亲沈瞻穿着一身厚重的玄色铠甲，大步跨入殿内。爹，你的身体还没恢复。一点小毒，要不了老子的命。太后，臣请旨出征。沈家的败类，轮不到别人来收拾。臣要前往西南，扒了沈林的皮。群臣哗然，一个身过重病的老将，怎么去打兵强马壮的沈林？沈瞻老将军，您这身体踏足了战场，怕是……闭嘴！沈家军的军旗只认我沈瞻。我看着父亲坚定的眼神，眼睑微热。沈家的骨血里天生就带着死战不退的傲气。好，哀家给你5000旌旗，沈家军的脸面拜托父亲了。父亲带着5000旌旗，日夜兼程，直奔西南大营。一场兵不血刃的平叛大戏，即将在这位年迈军神的手中上演。西南大营外，狂风卷起，漫天黄沙。沈林一身银甲，
骑在战马上，看着城下仅有5000兵马的父亲，发出了嚣张的大笑。大伯，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跑来西南送死，这沈家军如今是侄儿的天下。城墙上，数万西南驻军弓拔弩张，渐渐直指城下。父亲并没有理会沈凌的叫嚣，只是用左手高高举起那枚象征着大齐最高兵权的玄铁虎符。沈家军的儿郎们，都给老子睁开眼睛看清楚！是，老子是沈战，是带着你们在北疆杀过北敌，在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沈战。城墙上的士兵们骚动起来，明显的老兵红了眼圈，握着弓箭的手开始发抖。那是他们追随了半辈子的军神。放箭！给我放箭！他现在是妖后的走狗！沈凌气急败坏的大吼，挥舞着马鞭抽打身边的副将，没有一个人动。你们手中的刀是用来杀敌寇的，不是用来指着自家兄弟的。认服不认人！大帅在，沈家军在！大帅在，沈家军在！数万士兵齐刷的丢掉地下兵器，单膝跪地震天的呼喊声响彻云霄。沈凌彻底傻眼了，他还没来得及拔出佩剑，就被刚才还对他唯命是从的副将死死按在了地上，直接五花大绑。被押解回京的沈凌归在死牢里，不但没有悔意，反而微笑吐出一个有力的让大齐王血脉彻底颠覆的惊天丑闻。宗人府的死牢里，沈凌的墙上被铁链锁，却笑得像个疯子。沈南桥，你以为你赢了？你为了保住那8岁的小孩，连命都快没了。可你知不知道，龙椅上坐着的那个野种根本就不姓萧！我脸色猛地一变，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胡说什么？哈哈哈哈哈！那个小皇帝是江南王氏一族为了夺取天下，提前调包的野种。先帝血脉稀薄，王室内老狐狸买通接生的太医稳婆，用自己家族的男婴换走了真正的龙种。你在替别人守江山啊，太后娘娘！我猛地甩开他，脑子里嗡嗡作响。难怪王室那帮老太傅最近掘进御书房，难怪小皇帝看我的眼神带着越来越一种与年龄不符的阴毒。查江南王室当年接生的所有稳婆和太医，若敢有半句虚言，哀家要王氏9族挫骨扬灰。3天后，安慰带着几个被割断了舌头、藏在深山里的稳婆回到了京城。经过严歌12打，当年的真相水落石出。龙椅上的那个8岁孩童，果然是王氏的私生子。这帮江南的老东西打着辅佐新帝的幌子，其实是想鸠占鹊巢，将大齐的江山彻底改姓。而我差点他们最锋利的挡箭牌。我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禁军，一脚踹开御书房的大门。御书房内，几位王室的老太傅正围在小皇帝身边密谋夺权，被我带着禁军当场按死在血泊之中。太后，你带兵闯入御书房，意欲何为？你要弑君篡位吗？王太傅看着满地寒光闪闪的刀刃，吓得跌坐在地上，还意图用大椅压我。那个8岁的假皇帝吓得哇哇大哭，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弑君！我冷笑一声，将那份沾满血手印的供词狠狠地砸在王太傅的脸上。哀家杀了混入王家的野种，你们王家真是好大的胆子，连篡改皇室血脉这种诛9族的罪名都敢犯。王太傅看清了供词上的字，瞬间面如死灰，整个人像烂泥一样瘫了下去，把这御书房给哀家清理干净。我冷酷的表情不再看他们一眼，惨叫声在骨骼中响起。南王氏一族的阴谋彻底被斩断，国不可一日无君。废了假皇帝，我必须立即在宗室中重新建立一个继承人，否则天下必将大乱。我翻遍了宗室的族谱，最终目光停在了一个12岁的边缘皇子身上，萧景宁。他是先帝的一个不受宠的嫔妃所生，早年被发配到皇陵守陵，尝尽了人情冷暖。我派人将他接回宫。大殿上，这12岁的少年衣衫破旧，但脊背挺得笔直，看着我的眼神就像一匹匹觉醒的孤狼。怕我？回太后，不怕。好，从今天起，你就是大齐的新皇帝。哀家会教你如何掌控这天下。新帝登基大典的当晚，这个外表温顺乖巧的皇帝，竟然在敬给我的茶水里偷偷加了一包东西。玉清宫内，萧景宁端着一杯热茶，恭恭敬敬地递到我面前。儿臣能有今日，全仰仗母后，请母后用茶。他低着头，声音绝妙温顺。我望着那杯茶，眼底闪过一丝冷笑。我手指上的银护甲悄无声息地在茶水里探查的地方，银间瞬间漆黑。这是西域的鹤顶红。皇上真是长大了，孝敬哀家了。我端着茶杯没有喝，而是眼神死死地瞪着他。萧景宁突然猛地后退一步，从袖子里拔出一把短匕首。妖后，你把持朝政，杀人如麻，真以为朕会为你做傀儡吗？今天朕替萧家除害！我连躲都没躲，直接一巴掌狠狠扇在他的脸上，啪的一声脆响，匕首掉落在地上，萧景宁被打得摔倒在地，嘴角流血。蠢货！我厉声呵斥，端起那杯毒茶，当着他的面硬生生地咽下去了一口。
你怎么没死？因为哀家早就中了枯骨散，活不过3年了。这一点毒对我来说连塞牙缝都不够。我猛地吸出一口黑血，强撑着站起来，死死捏住他的下巴。你以为哀家贪图这把龙椅？大齐的内忧外患，是哀家和沈家在替你忍受。哀家只有3年的命，这3年里，哀家培育你从一匹狼崽子，变成一头能震天下的真龙。萧景明看着我嘴角的黑血，听着我身高3年级的寿命，眼里的凶狠瞬间崩溃，化作了无尽的震撼和愧疚。他猛地跪在地上，死死抱住我的腿，哭啕大哭。就在新帝终于对我彻底臣服的深夜，震碎了整个京城宁静的绝密战报送进了我的案头，北疆防线全线崩盘。报！信使凄厉的声音划破了深夜的干清宫。连翘颤着手接过战报，只看了一眼，便吓得跌坐在地。我一把夺过战报，北疆防线、雁门关以北的3座卫城，一夜之间全部失守。北狄单于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威力巨大的攻城器械，沈家军死伤过半，主将战死3人。小皇帝萧景明跪在地上，脸色惨白。母后，北疆如果破了，京城就全部完了。慌什么？天塌下来，哀家顶着。我将战报拍在了桌面，强压下胸口翻涌的剧痛。第2天大朝会，满朝文武如丧考妣，父亲沈瞻双目赤红的跪在殿前，咬着牙请战。太后，让老臣去吧。爹，你不行了，你的伤还没有好透，只会白白送命。我走下御阶，尊贵将去父亲扶起。我转过身，目光扫过瑟瑟发抖的群臣，猛地拔出御前侍卫的佩剑。传哀家懿旨，新帝留守京城，由镇北侯与右相辅政。哀家要御驾亲征，亲自去会那个北狄单于。大殿内鸦雀无声。太后亲征，这在大齐开国100年里闻所未闻。母亲魏氏红着眼圈拉住我：南乔，你疯了！沈姨说你只有3年活口，你现在的身体去塞外，那是找死！母亲，我若死在病榻上，不过是清史记载的病逝太后；我若死在雁门关，那就是大齐不朽的军魂。沈家的女儿从不苟且偷生。大军集结完毕，我换上一身暗金色的玄铁重甲，跨上战马，握着缰绳的那一刻，我这边猛地涌上一口刺骨的黑血，硬生生被我咽了下去。夺取大齐100万军民的，只有一个模具退缩的背影。经过半个月的急行军，我终于赶到了雁门关。城墙上到处都是干涸、残残的血痕和破损的旗帜，守城的将士们个个带伤，眼神里透着令人绝望的麻木。我没有休息，直接走上了城楼。太后驾到！众士们纷纷跪下，看着我这个本在深宫里享福的女人，眼中满是震惊。就在这时，城外响起了沉闷的号角声，一骑北狄使臣举着白旗，宣章的来到城下。大齐的太后听着，我们单于只要你肯打开城门，自负守去我们单于的营帐里侍候，单于就大发慈悲，留这满城军民一条狗命。使臣用生硬的汉话放肆大笑，城墙上的守军发出了屈辱的怒吼，却连日溃败而不敢放箭。我冷笑一声，从旁边夺过一把硬弓。我虽然中了毒，但母亲教我的骑射底子还在。满嘴喷粪的畜生，哀家这就来伺候你。我拉满弓弦，瞄准松手，那支重箭带着撕裂空气的尖笑声，直接贯穿了北狄使臣的咽喉，将他死死钉在了第3方的战车上。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哀家打的就是这不要脸的蛮大齐将士们。北狄人把我们当猪羊一样宰杀，连哀家这个太后都要受这奇耻大辱。今天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了。使臣被杀，彻底激怒了北狄单于。接下来的3天3夜，雁门关成了真正的绞肉机。北狄的10万铁骑像疯了一样日夜攻城，巨石和火球不断砸落，城墙被炸开了好几个缺口。我的体力透支到了极限，神医跟在军中，每天变着法地给我扎针灌药，用虎狼之药强行榨取我仅剩的生命力，逼着我保持清醒。娘娘，不能再熬了，你的心脉已经裂了。闭嘴，给我用最猛的药。我一把抹去嘴角的血迹，再次冲上城楼。第4天夜里，北狄的攻势突然停了。城里箭矢肥胖，粮草也只够吃2天。负责镇守西门的护卫来报告：太后，城防快顶不住了，兄弟们实在顶不住了，不如我们退守内城，或者派人去求和吧。我望着他躲闪的眼神，心中猛然发冷。雁门关是100年要塞，就算外墙可见，也不可能这么快顶不住。我假装毒发昏昏，瘫倒在椅子上，暗中却死死盯着那悄然摸向西门绞盘的守城副将。一张密网已经悄然张开。副将见我昏死过去，立刻对身边的几个亲信使了个眼色。他们悄无声息地摸到西门的千金闸前，用力搅动转盘，轰隆一阵闷响，沉重的城门竟然被缓缓拉开了一条缝。城外早有准备的北狄先锋骑兵，像闻到血腥味的狼群，嘶吼着顺着城门堡垒涌了进来。兄弟们，
荣华富贵就在今晚！杀！那副将狂笑起来。就在北狄的5000先锋彻底涌入瓮城的瞬间，我猛地睁开眼睛，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一砍断了旁边的号角声。放千斤闸，关门打狗！我厉声怒喝，砰！悬在半空的千斤闸轰然落下，将瓮城和室外的北狄主力彻底窒息。那副将傻眼了，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暗卫统领一刀削飞了脑袋。火箭，放！瓮城的城墙上突然站起无数大骑弓弩手，他们射出的不是普通的箭，而是带着火苗的毒箭。瓮城地面上急速铺满了猛火和干柴，烈焰瞬间冲天而起。5000北狄先锋在火海中惨烈的惨叫，相互踩踏，被烧成焦炭。城外的北狄单于看到这一幕，气得目眦欲裂，浑身浴血的北狄单于如同疯魔一般，直接抡起数百重的开山巨斧，踩着满地的尸体，直奔我所在的城楼杀来。单于贵族带头冲锋，北狄的士气瞬间到达了顶点，他们用壮木疯狂砸击主城门，城门在巨响中轰然倒扑。单于骑着一匹漆黑的巨马，像一尊杀神般冲了进来，暗卫们却拼死阻拦，被他手中的开山巨斧像砍瓜切菜一样劈飞。大旗摇后，拿命来！单于一眼就看到了穿着暗金铠甲的我，怒吼着直扑过来。我站在城楼的台阶上，没有退半步，我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连举剑的手都在发抖。但我知道这是大旗唯一的胜算。单于巨斧带着刺耳的风声当头劈下，我拼尽最后一处力气，就地一滚，浅显不绝。巨斧砸碎了石阶，碎石划破了我的脸面。就在他拔斧的瞬间，我猛地抬起左臂，按下了袖口里的机库，3枚淬了见血封喉、剧毒的袖箭近距离射出，精准地钉入了单于没有铠甲保护的面门。单于发出一声不像人声的惨叫，巨斧脱手而出。我没有显示器，手动握紧长剑，借助他后仰的力道，狠狠地一剑刺穿了他的心脏。单于死了！单于死了！大齐的将士们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失去首领的北狄大军瞬间崩溃，丢盔弃甲的向草原深处逃窜。看着溃退的10万蛮族铁骑，我绷紧的那根弦终于彻底断裂，眼前一黑，直挺挺的倒在了石头如山的血泊之中。醒了，太后醒了！马车剧烈的颠簸着，连翘又哭又笑的脸在我的视线里逐渐清晰，我感觉浑身的骨头都像被碾碎重组过一样，连呼吸都带着撕裂的痛楚。我睡了多久？娘娘，您整整昏迷了半个月，我们已经班师回朝，快到京城了。连翘抹着眼泪，小心翼翼地拿热毛巾给我擦脸，旁边传来神医冷哼的声音，他一边熬着药，一边没好气地瞪着我。太后娘娘真是好本事，老臣好不容易给您续了3年的命，您在雁门关那么一折腾，心脉彻底断了，这回就是大罗神仙下凡，您也最多只能再活3个月。3个月，我平静地看着车顶，没有恐惧，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北狄单于死了，主力被全歼，大齐北疆至少能换来10年的太平。这3个月足够我把朝堂上剩下的烂摊子收拾干净了。马车缓缓停下，车外传来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连翘掀开车帘，扶着我走出马车。京城的大门外，从文武百官到黎民百姓，乌压压地跪了10里地。12岁的小皇帝萧景宁穿着明黄色的龙袍，竟然连滚带爬地跑到我的马车前。儿臣恭迎母后凯旋，母后千秋无期。他的声音在发抖，看着我的眼神里除了敬畏还有深深的恐惧。他终于明白，我不是深宫里那些只会争风吃醋的女人，我是真正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能一剑定乾坤的活阎王。皇上起来吧，大齐的脊梁挺直了，以后不许再随便下跪。我没有去扶他，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径直登上了回宫的凤辇。回到玉庆宫的第1晚，就直接下达了一道让整个京城官场血流成河的残酷懿旨：杀，一个不留！我坐在玉清宫的软榻上，将厚厚的一摞账册狠狠砸在刑部尚书的脸上。哀家在北疆和将士们拼命的时候，这些人在干什么？囤积救命的药材，倒卖军用冬衣。他们喝的不是兵血，是大齐的命脉。从6部侍郎到地方豪强，凡是涉案的，抄家灭族。哀家要在死之前把这朝堂上的蛀虫杀个干干净净。刑部尚书吓得浑身瘫软，连滚带爬的退出去执行懿旨。接下来的半个月，京城天天都在杀人，菜市口的血迹用水都冲不干净，无数贪官污吏人头落地，抄家得来的金银财宝被我一分不剩的全部填进了国库和阵亡将士的抚恤金里。高强度的政务让我的身体迅速垮了下去。深夜，我平退了所有人，独自坐在书桌前批阅奏折。一阵剧烈的咳嗽后，我捂着嘴的手绢上全是触目惊心的黑血。我强撑着将带血的手绢扔进火盆，烧毁证据。我不能让朝臣知道我快死了。这只强行压制住的猛虎，一旦露出死状，群狼就会再次反扑。就在这时，殿门被人轻轻推开，母亲卫士手里端着一个黑色的紫檀木盒子，神色极其凝重地走了进来。南乔，
把门关死。母亲有大齐最深的一个秘密，要交给你。母亲缓缓打开那个古老的紫檀木盒，里面装的竟然是一份足以瞬间推翻整个萧氏皇权的惊天密诏。盒子打开，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份泛黄的帛书和一枚刻着龙纹的玉牌。这是什么？这是大齐开国皇帝亲手交给你太爷爷的密诏。萧氏打天下时曾立下重誓，若后世子孙昏庸无道，残害百姓，手握这枚玉牌的沈家家主便有权凭此密诏废黜皇帝，另立新君，甚至取而代之。我猛地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沈家世代手握重兵，不仅是皇权的刀，更是悬在皇室头顶的催命符。难怪历代皇帝对沈家既重用又忌惮，甚至不惜用赐婚暗杀等手段来打压。这玉牌不仅代表着密诏，还号令着大齐最隐秘的3万龙骑禁军，他们只认玉牌不认人，潜伏在天下各州。南乔，你的时间不多了，这底牌今天交到你手上。我紧紧握住那枚冰冷的玉牌，脑海中突然闪过小皇帝萧景林那双隐忍而凶狠的眼睛。我这辈子是没时间去推翻萧氏了，但这枚玉牌就是我留给大齐最后的保险丝。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极其轻微的咔嗒一声，像是有人踩断了枯枝。谁在外面？暗卫统领像鹰一样扑了出去，片刻后，他像林小鸡一样将脸色煞白、浑身发抖的小皇帝萧景宁扔在了我的脚下。听到皇权随时可能被沈家颠覆的致命秘密，小皇帝眼中掩饰不住的恐惧，瞬间化作了孤注一掷的凶残杀机。萧景宁跪在地上，死死盯着我手里的紫檀木盒，眼神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野兽。你都听到了？我没有发怒，反而平静地坐回椅子上。妖后，你们沈家果然想造反！萧景宁突然像发了疯一样，从血桶里拔出一把匕首，不顾一切地朝我扑过来。朕今天就和你们同归于尽！暗卫刚要拔刀，我抬手制止了他们。我连躲都没躲，任由他的匕首刺向我的胸口。在距离我心口只有半寸的地方，萧景宁的手却死死停住了。他颤抖着，竟然刺不下去。怎么不刺了？你刺下去，你就是亲政的皇帝。但你敢接下这个千疮百孔的江山吗？没有哀家，没有沈家在北疆流血，你明天就会被那些诸侯藩王碎尸万段。匕首掉在地上，萧景宁彻底崩溃了，捂着脸嚎啕大哭。捡起来！我厉声喝道，将那枚龙纹玉牌砸在他面前。哀家活不过3个月了，这天下终究是你的，但这枚能废你的玉牌，哀家会交给我父亲沈战。记住，沈家的刀永远只保护大齐的百姓。你若做个明君，沈家就是你最硬的盾；你若做个昏君，这枚玉牌就会要了你的命。听明白了吗？萧景宁看着我嘴角溢出的黑血，彻底被这股恐怖的威压击溃。他捡起匕首，毫不犹豫地划破了自己的手掌。朕对天发誓，若负天下，天地诛之。小皇帝的血势刚刚立下，我强撑了整整2个月的身体，终于轰然倒塌。冷刺骨的冷，我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玉庆宫那张宽大的凤床上，殿内点满了续命的长明灯，药味浓得化不开，床榻边跪满了人。爹，南乔不怕，爹在这儿。父亲这个在尸山血海里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的铁汉，此刻哭得像个孩子。我努力扯出一个微笑，视线开始变得模糊。恍惚间，我好像又听到了几年前的那个清晨，京城主街上十里红妆的喧嚣。那时候，我是坐在窗前冷眼旁观的侯府千金。萧齐寒以为他不给我太子的偏爱，就是对我最大的惩罚。可他永远不会明白，沈南乔的命从来不需要任何男人的施舍去成全。皇上，大齐交给你了。萧景宁重重的磕头，额头砸在金砖上，鲜血长流。儿臣恭送母后。我缓缓闭上了眼睛，这辈子真的太累了。不过我赢了。10年后，大齐迎来了100年难遇的盛世。已经成年的皇帝萧景宁勤政爱民，四海宾服。镇北侯沈战依旧镇守北疆，沈家军威震天下。但朝野上下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在私底下妄议沈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乾清宫最深处的暗阁里供奉着一件沾满干涸黑血的暗金铠甲，那是大齐立国以来唯一一位御驾亲征、临朝称制的铁血太后留下的遗物。她用3万字的权谋和3年的残命，砸碎了所有的规矩，将自己的名字刻成了这座皇城里永远无人敢轻易触碰的禁忌。